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发现了好玩的新游戏，想马上和某个重要的人分享，却只能对着空气发呆，翻看老照片，回忆起过去，美好的碎片拼凑出执念。如果能再散散步，如果能再聊聊天，如果逝去的人不会真正离开，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吗？朋友们好，我是阿汤，今天小酌一杯就来聊聊当死亡不再降临，却化身死神和小猪同行，一款类经典2D塞尔达传说的解谜动作冒险游戏《爱、死亡和小猪》，以及创作了它的幻灵工作室。为什么是小猪呢？进入游戏，昏迷的主角丹格被一只小猪叫醒，他急切地把丹格带向马尔村的墓地。丹格是失去记忆的见习死神，他和小猪的旅程从一场地震后的村庄开始，本该安息的村长灵魂滞留于世，扭曲的怪物在墓地里滋生，丹格需要找回自己的死神能力，让生死重回其应有的轨道。玩法上，本作很容易联想到经典的2D塞尔达作品，下地牢解谜，上地面世界探索，不同的是还跟着一只小猪。每个地牢都有对应的环境主题，蘑菇矿洞是进水，木板漂流，蘑菇毒气，敌人是旋转小海螺和中毒的巨魔。火山工厂是岩浆、传送带、爆炸筒，敌人就成了火焰史莱姆和喷火熔岩虫。玩家需要利用机关和地牢里获得的能力，完成一系列战斗和解谜，再迎来地牢的终点 BOSS 战。这些 BOSS 偏向机制理解，以火山的巨型熔岩虫 BOSS 举例，需要吸引它撞上石头才能狠狠攻击。如果场上没有石头，就用刚拿到的石化能力，石化大型仙人掌来达成目的。打掉4只眼睛 ，BOSS 再撞击彻底昏迷，我们就进入他的体内，石化仙人掌和火焰史莱姆帮他增加场动力，再给腐化的病灶终结一击。与 BOSS 的交互一板一眼，很好的完成了地牢的高潮和收尾。然而地牢里的解谜我却不太满意，大部分的谜题机制都显得颇为熟悉，几乎没有学习成本。稍微让我眼前一亮的是小猪吸蘑菇，能让走地猪越过地面的空隙。小猪吸气和 Q 弹蘑菇的互动很有趣，很明显塞尔达传说缩小帽是它的灵感来源。熟悉的经典机制不能说是问题，但却提高了我对谜题设计的要求。如果只是简单的运用，就没法感受到乐趣。结果流程推进，地牢的规模越来越大，主角的能力越来越丰富，但解谜的乐趣并没有明显提升。一些谜题尽管跨越了多个房间，也只是多重复了几次，我准备的表情包都没了用武之地。同一个机制没有精妙的层层递进，不同机制间也没有意外的化学反应，一度让我有些昏昏欲睡。还好地牢没有小地图，轻微的烦躁感很好的让我无法睡去。地上世界的探索基本延续了这些机制，但侧重点变成了发现秘密。推开风车磨坊内部的箱子，看到地下室长着奇怪的水晶花，顺着地图边缘行走，割掉高高的草丛，发现了城镇边的地下密室，得知了城镇钟楼被偷走的钟蛇的信息，还能收集到一枚死神币。森林的角落有渔夫的钓鱼小屋，拿到钓竿就解锁了钓鱼回血的能力，甚至在路上随手一攻击，就冒出了能收集鳞片的火蜥蜴。偶尔还有些进别人家别光想着砸罐子，瀑布后面应该有东西才对啊，诸如此类的致敬梗让我多了一分游玩的动力。而真正让我坚持下去的是一个始终萦绕心头的问题：为什么是一只小猪呢？在剧情中，小猪作为死神的伙伴可以感应灵魂，引导丹格找回能力，击败怪物，让丹格履行好死神的职责。在探索中可以向他询问当前的任务目标，也可以主动操控他，成为破解机关和击败 BOSS 的关键一环。如此重要的角色却没有多少描绘，他真的只是一只工具猪吗？这种若有若无的神秘感反倒成了我前进的最大动力。注意，接下来的一段内容会涉及关键剧透，还请酌情观看，或者直接跳转到这个时间点。在击败最终 BOSS 后，游戏还有不少后续内容，一系列跨越整个地图的收集任务，将引导玩家走向故事的真正核心。丹格和小猪的冒险，是他对父亲的逝去从执念走向和解的过程。小猪既是母亲送给丹格的伙伴，也是记忆中父亲的化身，始终跟在丹格身后的一步之遥，既是无声守护，也是天人永隔。如果玩家探索的够深，还会在雪上发现一座隐藏的墓园，这里立着许多墓碑，刻着的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和宠物的名字，有的寿终正寝，有的年少夭折。这座特别的赛博墓地承载了开发者与众多支持者想要留住的回忆，也构成了本作情感表达最浓烈的一笔。与痛苦共存，也要与爱同行。本作的开发组幻灵工作室来自德国柏林，一共有3位成员。汤姆·布利克主要负责游戏设计和编程，金·扬尼克·塞特纳主要负责游戏和美术设计，菲利克斯·约恩斯主要负责音乐音效设计和编程。
爱、死亡和小猪最初只是汤姆一人的小型个人项目，他一边在游戏公司开发社交小游戏，一边在业余时间运营自己的油管频道，内容涵盖编程教学、开发工具分享、游戏设计分析、直播的社区开发挑战等等。2017年1月，汤姆开启了新系列游戏奴隶，他保证游戏设计风格的统一，观众投票决定让他开发的游戏向什么方向发展。汤姆本人很喜欢 RPG 玩法和塞尔达系列，每次讲解投票时，基本都有一个选项用塞尔达系列来说明，比如第2期视频投票主角的形象是林克那样的人类，还是小猪或者飞行器，或者干脆只是一个十字准星，带着反差和搞笑。小猪获得了很高的人气，最终投票占比40%的人类和36%的小猪成了双主角。几次投票后，游戏有了基本框架，2D 俯视角的经典奇幻世界，主角是挥舞镰刀的死神，带着一只小猪，玩法以探索为主，谜题和战斗五五开。有观众开玩笑，我们每次都选类似塞尔达的选项，最后就能玩到塞尔达传说，但带着一只小猪。小猪最初是为了搞笑产生的意外，后续在汤姆思考游戏故事时成为了必然。以死神主角为原点，汤姆查阅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传说，他以命运三女神和生命之线的概念为灵感，确定了不正常的生命延续会带来痛苦和混乱，死神主角要让死亡正常发生的剧情核心，并以缠绕生命之线的纺锤命名了游戏。尽管汤姆没有明说，但根据后续的资料验证，这时他已经赋予了这个小项目特别的意义。2017年前后，汤姆的父亲和岳父相继离世，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失去，而游戏奴隶意外勾勒出死神带着小猪的温柔构想，这对充满反差的组合非常适合死亡和爱的主题。汤姆借此寄托哀思，无论项目经过怎样的重构，始终让父亲和岳父都出现在游戏里。他也想为经历过同样告别的人筑起一个可以安放记忆的角落，所以游戏众筹的支持者们想要纪念的亲人都被永远铭记在游戏的一个秘密区域。后来，汤姆业余时间的单人开发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他先后找来金和菲利克斯远程兼职，分别负责美术和音乐音效。再后来，两人都肩负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开发工作。游戏奴隶从网页端的小项目逐渐成长，靠着汤姆每月投入的50欧元和观众们的打赏捐赠，艰难维持，进展十分缓慢。到2021年7月开启众筹，4年半的时间只完成了大约20%的内容。好在众筹达到了最低目标，金得以全职开发。2021年底，晃灵工作室正式成立，他们又申请到了政府专项资助，汤姆也得以全职开发。结果团队又犯了很多基础错误，例如一开始就以完美主义来开发，地牢的机制和流程都没敲定，就搭建了复杂的美术场景，导致很难修改，几乎一整年都卡在同一个半成品地牢里。经过近9年约3200天的漫长开发，更换了2次开发引擎，进行了至少3次故事重构。汤姆从黑发到鬓白，他的观众从中学生成长为社畜。终于2025年10月13日，爱、死亡和小猪正式在 Steam、GOG 和 NS 上发售，而9月30日游戏发售前夕，汤姆发布了游戏奴隶的最后一期，让观众投票在游戏中加入最后一条秘密信息，游戏奴隶也有了完整的结局。单从玩法上看，爱、死亡和小猪或许只是一部平稳而扎实的作品，它的前半段缺乏惊喜，有些平淡，后半段的情感表达又藏得有些隐晦，虽然狠狠击中了我的心，但较为复古的体验让人不容易坚持，更别说完全发掘更隐蔽的小秘密。汤姆不愿让死亡的严肃主题盖过探索的乐趣，反而让平淡的玩法掩盖了闪光的内核，实在有些可惜。我花了很长时间，几乎看遍了汤姆开发9年间的视频，仿佛也陪他走完了这场漫长的告别。都说人会死亡3次，一是心跳停止的生物学死亡，2是葬礼结束的社会性剥离，3是无人明智的真正消逝。而本作蕴含的3200天时光，或许就是汤姆与第3次死亡温柔而固执的对抗。